我既然能鉴别古董真伪，还能看到它们的价值。这么大的古玩店，竟然没有一件真货吗？廖刚，你这店里一屋子假货，这种坑人的工作，不干也罢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廖老板，能不能把这1年多的工资给我结一下呀？你知道你这个废物收的那个假货让我赔了多少钱？我可是代表顾氏集团，我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你还敢提工资啊？廖老板，那个古董可是你让我收的呀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只是个外包，而我背后有故事，让你扫地出门又怎样？你想冲我工资是不是？还敢指我？长本事了是吧？起开！好啊你！说你2句要砸我店是不是？你知道你多贵吗？赐你天眼，看透万物，赚尽天下。王宇，你这个废物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被开了，滚！我是顾氏公司招的员工，你没有资格开我。你摔的花瓶，够公司开除你180回了。另外，这是我的店，我就是规矩，明白了吗？啊？什么？我既然能鉴别古董真伪，还能看到它们的价值。这么大的古玩店，竟然没有一件真货吗？廖刚，你这店里一屋子假货，这种坑人的工作，不干也罢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哼，不干就不干，拥有透视鉴宝的能力，还怕挣不到钱？是。小伙子，过来看看，正宗的青花瓷，最低价卖给你，绝对赚了。假货！小伙子，我这话价值连城，只要你肯出价，早晚10倍给你赚回来。切，还是假货。还是假货。这鬼市里面的假货居然这么多，幸好我有透视天眼，可鉴别古董真假。这是个真品。老板，这些东西咋卖啊？这个80万，那个60万，前面的10万，你要哪个？哎，这个怎么卖8万？800卖不卖？成交。哎呀，还是出高了。不过800就800吧，这个价也是纯捡漏。哼，嗨，行，800就800。这位先生，这800块的碗卖给我怎么样？我出3万，怎样？我出3万，怎样？切，竟然是顾氏集团的大小姐。5万，跟赖我1年薪水的上司同属一个集团，简直是蛇鼠一窝。小姑娘，顾氏没有这个鉴宝的能力，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，明白不？这小伙子真够嚣张的，竟敢说顾大小姐不懂鉴宝。这顾月牙，我可听说深得鉴宝大师的真传，在鉴宝这方面很是厉害。顾家，这不是廖刚的顶头上司吗？虽然廖刚把我开除，跟顾家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我也要讨回来。我刚才看得很清楚，你从摊位上收这个碗只花了800，我现在出的价钱可是刚才的几10倍，您是不是太贪心了？顾大小姐，你顾氏集团廖刚有眼不识真龙，要是不服的话，敢不敢跟我比一比鉴宝？哎，你个臭小子，我家小姐凭什么要和你比试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这碗必须归我。我呢也不占你便宜，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10万。没问题。那这样，你先说说这是什么碗，哪个朝代的，现在的市价多少？原来是个眼力，这下我赢定了。这个碗莲花口圈足底，色彩较为浑浊，但也不难看出它是龙泉窑真品。可是从外观上来看，应该是元末明初龙泉窑出品的。不用解释这么多，直接说出你的答案吧。此碗乃元末明初龙泉窑碗，市场估值8万，这就是我的判断。现在到你了，可别照着我的原话就说出来了。顾大小姐，你单凭外观就去判定它是元末明初的龙泉窑碗，会不会太过于片面了呢？这种莲花口的碗型，一看就知道是北宋时候的经典品，但这明明是天青釉，如果是元末明初的龙泉窑品，根本就达不到这个工艺。你别在这跟我胡扯，这釉色明明如此浑浊，怎么可能是天青釉？还有这个外形如此厚重，这分明就是元末明初的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哼！哎，臭小子，竟敢对我家小姐无礼！这碗看上去确实比一般的窑漆厚重，
但是这是经过了2次低温上釉，才有了现在的模样。我想应该是有人故意把它伪装成元末明初的龙泉窑碗的。你们看，这个天青釉如此纯净，做工精美，韵味十足，分明就是北宋龙泉窑花口连坐碗。顾大小姐、姚先生，你们看我说的对吗？大小姐，这个碗确实是北宋时期的，不只是你，连我这个混迹古玩市场多年的老江湖也没看出来。我去，这小伙子这么厉害，真人不露相啊，竟然能打败顾大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云。顾大小姐，现在是不是该把钱给我了？我顾家愿赌服输。这是10万元支票。多谢啊。大小姐，这小子是个可造之才，鉴宝的能力如此之强，终有一日能大放异彩。这种人才该为我们顾氏所用。小友，我家大小姐年轻气盛，还请原谅。这样，这个碗30万，我们买了。30万，这个价格远超这个碗的实际价值。像顾老板这样的生意人，肯定不会做亏本买卖。说吧，还有什么附加条件？哎呀，和聪明人打交道啊，就是省劲儿。哎，小友，我看你是大学刚毕业吧？我们顾家旗下有很多鉴宝公司，若是小友不嫌弃，还请您担任经理助理一职。这个碗就是我的诚意。经理助理，那岂不是压廖刚一头？这廖刚刚把我开除，我怎么会这么轻易放过他？不必了，我刚被你们顾家名下的公司开除，你觉得我好意思回去吗？你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在顾家下面的公司啊？对啊，而且怎么会被开除？敢问小友是在顾家的哪家公司？廖刚，你们知道吗？廖刚，就是我们顾家旗下生意最差的那家。顾先生，你知道为什么那家生意最差吗？哼，顾先生，廖刚在你们家店里面摆了一屋子假货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喂，谁啊？喂，廖刚是吧？您是顾老板？哎，顾老板，我是廖刚，不知顾先生打电话来有何贵干？你被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，顾老板？我生意做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开除我？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开除你还需要理由吗？把这个事儿没做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还有为什么突然闯进来？我要报警了啊！别动，轻点，那都是古董。哎呀顾老板，查完了，这家店里的货全部都是假的。真的不知道被廖刚藏哪里了。查不出来，我要廖刚偿命。是。还请小友不计前嫌，来我顾家暂任经理助理一职。行。哎，这人什么来头啊？怎么空降经理助理了？关系户呗，肯定没什么能力。坐。没想到你来的这么早啊！不愧是顾老推荐的人，真是人中龙凤。不愧是顾老推荐的人，真是人中龙凤。都是一点小把戏而已，不值一提。谦虚什么？有能力是好事。对了，一会儿你去订3张机票，我们下午出个差。3张机票？对啊，正好有场展览会就在江北的省会城市举办，我们顾氏集团自然不能错过。为什么会是3张机票？高经理，我没来晚吧？没有，快坐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。岳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顾老推荐的助理王云。王云啊，这位是……看来你们2位认识啊。看来你们2位认识啊。那正好，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。岳阳，既然顾老把你放在我这里历练，那我就不会心慈手软，把你当做顾家大小姐看待了。自然不用。好，那就好。那正好，借这次展览的机会，我带你们2位新人去学习一下，你们准备一下，下午咱们就出发啊。行。顾氏集团的展区是本次参展企业里最豪华的，在展馆的位置也是最好的。3位跟我来啊！这条足足有鸽子蛋大的祖母绿翡翠项链，价值2000万，归顾氏集团私人所有。那边是翡翠原石区，供游客参观学习。对了，王助理，
不知道你对玉石方面了解多少？不妨给我讲讲，我也好虚心学习学习。这是要当众给我难堪呀！但我怎么会让他得逞？玉石知识三言两语解释不清，不如现场实操一下。实操？怎么实操啊？正好那边有原石和赌石，我现场给你开一下，看看我的水平如何？我的眼睛可不只是能够见光，昨晚发现它还能透视，这下什么原石能逃得过我的眼？行啊，看就看，别到时候裤衩都赔光了，让人笑掉大牙。走，来看看吧，我这里都是老敞口的料子。老板，我不懂赌石的规则，你给我讲讲呗。看来王云对玉石方面不太了解，来赌石纯粹打肿脸充胖子。哎，你们先玩，我和陈助理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哦，行，走。切，原来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所谓老敞口、新敞口，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老敞口出的料子出玉的概率比较大，同样也更加稳定；新的则远远不如。至于切出的翡翠，那也是看品种的，从方方面面给翡翠定价。怎么还没说完？我们来展会是有正事要办，不是来陪你玩的。不懂玉石就不懂，大大方方承认有这么难吗？让我看看这个透视功能到底灵不灵。果然能看见，不过这块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块废土。望源，你现在也学了，敢不敢买一块赌一下？望源，你现在也学了，敢不敢买一块赌一下？好啊。王源什么都不懂，应该害怕才对。毕竟赌石这玩意儿，一旦陷进去，注定倾家荡产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赌石甚至比赌博的水还深，你千万别意气用事，到时候输了可怪不了别人。那是自然。这家伙不会受不了刺激，再给我赌气吧？已经看了好几块了，要么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要么就算有也都很少。哎，感觉这块石头不简单呀，绿，终于出绿了。这块绿竟然这么纯正，20-30斤的原石，应该有10来斤的绿。小兄弟，我看你也是第一次来赌石吧？哦，是。那我就要跟你说道说道。虽然这块料子看起来的确挺不错，该有的色泽也不差，但是你看这儿有一道长痕，还是常见的鸡尾痕，深入到里面。哪怕这块石头开出了翡翠，估计里边也被这道裂纹破坏了。虽然有裂痕，不过这道裂痕仅停留在外壳，并没有伤到内部。我就要这块了，我也不挑了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行吧。这块料子我原本卖12000，现在只收你1万，你就可以把这块石头拿走了。1万？你不会没钱吧？钱都没有，你赌什么赌？哎，这不是你让我给你实操看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没钱，你可以借给我吗？就从我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。好啊，我借给你。这次输了也不能怪你，毕竟你是个新手，钱呢我也不用你还，只要你承认你能力不足就行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老板，我是第一次赌石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切，麻烦您。行哎，客人一般都不会切，都是由我代劳的。哎，快，那边有人开石，走去看看他们今天出点什么。好。白雾，你们快看，那是白雾，这石头里肯定有好东西。王源的运气能这么好，第一次就能开出东西出来。出绿，竟然出绿了！出了，这真的出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看这块石头，我给你出6万，你把它卖给我怎么样？6万，这么点钱你也好意思出？我转给你10万，这块石头卖给我。恭喜你啊，小兄弟！这块石头切开以后，如果不想继续切了，可以当场卖掉；不然如果再切的话，要是垮了，那可就一文不值了。老板，继续切吧。虽然我知道里面还有料，但就是忍不住激动啊！这就是赌石吗？太刺激了！哇！这次是大涨，竟然真的涨了！就这成色，也太正了吧！小兄弟，你这块料子，我给你出100万。啊，100万！在云山市，100万能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。你真是第一次赌石吗？一上来就翻了100倍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老板，接着切，把整块翡翠都给我抛出来。哎，好嘞。这好像冰种黄杨绿，这么大一块，这得做出多少吊坠跟手镯呀？那是，你看这水头多足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兄弟，你这块料子卖给我，我出290万。超老板，你这可就不太厚道了，290万，哼，我出300万。现在市场虽然翡翠层出不穷，但高端的却少之又少，甚至能用稀有来形容。
像这种冰种黄杨绿根本就不愁卖。好了，现在钱你也挣到了，记得把钱还我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是你开出来的？对，我也就是运气好，而且刚才我还借了月雅的钱，可能是把她好运借走了。你也就是运气好。高经理，看来你的手下是一名福将。哎，王云啊，你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这块翡翠就让给公司吧。王云啊，你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这块翡翠就让给公司吧。我们愿意出320万，这个价格可以令你满意了吧？320万，这个价格已经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为咱们公司做贡献那是应该的。高经理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兄弟啊，以后你就叫我峰哥，叫高经理太见外了。一会儿啊，我把钱打到你的银行卡上。行，这320万一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哎，各位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是我们顾氏集团的员工，他切出来的翡翠自然是要卖给我们公司，你们也能开出来的，我相信你们啊。什么？竟然是顾氏集团？这么好的种水不留给自己才怪。月雅怎么过来了？我爸爸让我来跟着高经理学学经验。徐经理啊，文员，这位是咱们江北总部的经理徐进。徐经理好。徐经理，这位是咱们云山部公司总经理高峰，这位是高经理的助理王云。你好，我刚才听说呀，你切出来一块冰种黄杨绿，运气好罢了。王助理，我看你还是新人吧？是。这新人第一次就赌出了冰种黄杨绿，这到底是运气好，还是你之前就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呀？运气好吧，之前从来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，包括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也不是这个方向。这次纯粹是我运气好。看来啊，真是运气，难怪陈助理跟我说，高经理手下有一名福将，果然呐。我虽然是江北总部的经理，但主要这一块啊，也就在北元市。北元市平时都是我在管，不知道高兄弟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哎，徐经理啊，你这是想把我和我的人一起挖过去啊？哎，你也知道，我平时啊事太多了，北元市根本顾不过来。你到时候啊，可以带你的班子一起过来，北元市这一块就交给你了。这北元市可比你云山市好啊，光待遇这方面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。都是因为王云赌出了一块冰种黄杨绿，徐进才会动了这门心思，不仅要把鸡蛋拿到，还惦记着下他的鸡。现在这块翡翠在我这里，我要亲自送回总部。徐进无疑是想截胡，把这块翡翠变成他们江北总部的东西，这可是个邀功的好机会啊！哎，徐经理啊，我看这事儿还是算了吧。我家就在云山市，况且王云还是个新人，才刚刚从实习转正，家也在江南那边。哎呀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落叶归根。这人再怎么样也不能忘本吧？哼，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小子。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小子。不过呀，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你们赌出了好料子，我们这边也算沾光了。能开出好料子，是我们和公司的荣幸。行了，你们继续转吧，我到别的柜台去看看。这几天在北元市，有啥就联系我，别跟我客气啊。放心吧。好嘞。王云，这下你可算出名了。哎呀，都是运气罢了。我还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。如果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，自己出力的几率又是100%，谁会相信啊？很快就会露出破绽，到时候麻烦肯定接踵而来。对了，王助理，今天你们运气好，要不要再碰碰运气？对了，王助理，今天你们运气这么好，要不要再碰碰运气？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，况且借月雅的钱，说不定是把她运气借来了呢。少来这套，出了就是出了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。哦，月雅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这玉石和翡翠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形成了，你切与不切，它就摆在那里。但是只有当你切开的时候，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。只是你知道这赌石的人为何会那么相信运气吗？可能是想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，毕竟好像一直都有这么个传统。说的不错，所谓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这些都是封建迷信，当不得真。哎，高经理，我还想再赌一赌，行吗？我还想再赌一赌，行吗？你可不能上头啊！这赌石的水比赌博还深，多少人因为赌石搞的是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我知道了，那就再赌一块吧，反正今天赚了300多万，再赌一块也亏不了太多。这颗石头呈灰白色，虽然比较大，可里边什么货都没有。唉，这家老板摆放的原石已经没什么东西了，哪怕是有，也是很小的一块。
不值当花钱去赌。要不咱们去下一家吧？来，来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新进的老长口石头。哎，兄弟，来看一下，哎，看一下，这可都是好料。嘿嘿，哟，这是一块黑乌沙，品相还不错，外边有只松纹，透着一些缝隙，勉强能看到内部的白雾。小兄弟，你的眼光可真好啊！这块石头的品相那可是极好。只不过这块料子它是出自新长口，并且呀是全紫，没有人敢碰。哦，你要是想要啊，给你优惠点，一口价16万。16万，太贵了，自己留着吧。小兄弟，你的眼光可真厉害呀！那块料子可是来自于缅甸后江的，那可是出了名的老长口，绝对让你物超所值啊！嘿嘿，缅甸后江。不说别的，光是连缅甸后江这个地方没听过，就知道王助理肯定是新手。毕竟在这个行业，不知道长口的是根本不敢赌石的。后江长口是个老地方了，从那里出来的料子虽然体积很小，但是质地都不错，是满绿的常客。高经理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行家，王云这种真是最信的新人。不过王助理什么都不懂，却能选出2块这么好的料子，实在让人无法理解。哎，老板，这块料子怎么卖？小兄弟，这块料子虽然体积小，但是它的面相那是最好的，至少10万块。老板，不如这样吧，这块再加这块，一共20万，怎么样？20万，20万，你这一下子砍掉6万。你以前干销售的吧？行不行啊，老板？行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20万卖了，没问题。20万虽然对普通人而言很多，但对我而言就是毛毛雨。光是刚刚就挣了300多万，要拿出来肯定没问题。只是作为一个新人，如果再这么出一块，实在太引人注目了。岳阳，能不能再借我20万？到时候我把之前的1万块也一起还给你。这小子不会真的懂什么借运的法门吧？你自己不是有钱吗？怎么还找别人借钱？我才不会再借给你了。万一我的运气不好，你等下跑回来烂。哪会有这么玄乎的东西啊？是啊，只要经验老道，其实也能逢赌必赢。但我从未听过靠运气每次都中的。我借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还能不能再撞一次大运。反正你现在也有钱，给你。哎，多谢高经理。钱我有，如此只不过是为了打消众人心中的疑虑。老板，买单，帮我都开了。哎，小兄弟，先开这块品相差的嘛。好。这块品相差的才是我真正想要的，至于那块品相好的，只不过是掩饰罢了。小兄弟，先从这儿切一刀，就算里面出料了，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，怎么样？哎，行。稍等啊。高经理，这次要是出了，能不能分给我一块？现在能不能出还不一定呢，哪怕是出了，也得给江南总部吧。不过要是中档的，给你一块也没事儿。这。不过了，有雾，不过怎么是黑色的？哎，看来这次是赔了。果然啊，新场口注定没那么好机会。果然还是不行啊！哎，着什么急啊？这才刚开了一个小口，后面还有大块呢。这出绿了！哎，这一刀下去，竟然真的涨了！这小子的运气也太恐怖了！这家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虽然涨了，但这一刀下去，切出来一大一小2块，小的那块应该还能做2个吊坠，损失啊也不算大。居然又是兵种！居然又是冰种！真的是，我去，冰种西瓜绿，这成色简直是满水啊！这大涨啊！再上昨天，王云一共出了2块冰种，而且今天这块比昨天那块水种更正，大涨啊！我出100万！别听他胡说，我出150万，这块石头卖给我，卖给我！真没想到，一块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石头，居然切出了极品西瓜绿，莫非真的是运气？老板，把这2块翡翠都全部切出来吧。啊，行。哎，小兄弟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2块石头我一起收了，我给你800万。哎，
我出1000万。这不太好吧？这2块翡翠我还要带回江南总部的，我出1200万，我替公司把他们给收了。至于你欠下的钱，直接抵掉。高经理，其实我是想，哎嘿，叫高经理就见外了，叫我峰哥。就是峰哥，虽然这块小是小了，不如我们把这块让给徐经理吧，这样也好有个交代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没想到你这个福将还挺会做人的嘛。那这样吧，这块小是小了点，不过毕竟是兵种西瓜绿，也能价值100来万。钱我就跟你峰哥一起凑，倒是1分也不会少你的。嘿，这要是全给高峰带回去了，那江南这次可就出尽风头了，势必会压着江北一头。小兄弟，这儿呢还有一块，要不要帮你再切了呀？哎，小哥，先别急，之前是我看漏眼了。小哥，我来自太乙珠宝，是分部经理。你看这最后一块，能不能卖给我？太乙珠宝，那可是珠宝行业的领军人物，连顾氏集团的珠宝都比不过。请问你是哪位啊？我姓赵。赵经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刚才借的是我的钱，等于把我的运气借走了。你现在要把他的珠宝买走，那不是买我的运气吗？这次展览会，你们顾氏集团已经出尽风头，我们这些人在一旁看着，实在太可怜了。唉，赵经理是吧？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其实也可以。这样吧，我10万块钱买的，你打算多少钱买走啊？你看，16万，怎么样？这块石头多少钱都可以卖，因为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只不过是用它来掩饰罢了。才16万，赵经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个助理开出了2块兵种，以他的眼力，你觉得这块原石只值16万？要是出了块祖母绿，你们太乙珠宝岂不是赚翻了？没错，虽然后江口出兵的机会小，但不急啊，真的会出。要是真出了块，那你们可就赚翻了。20万，一口价，你这都直接翻1倍了。25万，不能再低了。这也不能说我们卖就卖，好歹也得问问人家王助理，看人家怎么说啊。人家刚买了2块，都是大涨，现在运气正好着呢。好吧，其实我觉得我的运气用的差不多了。既然你想要这块石头，那我就卖给你。就以20万的价格卖给你，怎样？不亏吧？10万块买进来的毛料，直接翻1倍卖出去，这买卖也算值啊。虽然王先生是个新人，不过为人不错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遇到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。太乙珠宝欢迎你。这家伙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挖我的墙角！哼！徐经理，既然翡翠都已经到手了，那你继续看展吧。哎，高经理何必这么着急呢？还怕我抢你东西不成？嘿嘿。大家这心里是怎么想的，都是心知肚明的。这家伙到底什么狗屎运，居然又出一块？什么时候这种稀有的高档翡翠都随便出了，而且还是2次连续砸中同一个人？他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！涨！垮了！这次居然垮了！这么小一块毛料，从中间一刀切下去，竟然什么都没有，这完完全全就是块石头啊！血本无归呀！为什么那副品相较差的，居然开出了兵种西瓜绿？这块来自后江的料子，还是品相较好的，居然什么都没出，完完全全就是块废石头。难道真的是运气吗？这块料子的品相这么好，竟然什么都没出，20万赔得血本无归啊！哎，那本来就是用来掩饰的，一开始就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谁能想到赵经理突然跳出来要买，如此我也只好顺理成章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损失都是赵经理，和我无关。所谓事不过三，都已经赌出了2块，第3块如果再出的话，就有些离谱。你是不知道，太乙珠宝在珠宝界也算是顶尖的了，但是他们太目中无人了，不把我们这些同僚放在眼里啊。你这次算是替我们出气了，这20万出了口恶气。也没有了，只是运气好罢了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来学习嘛。也对，运气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，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才行。哦，对了，你和月雅一人1个，把这些东西送回集团，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行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我现在已经有了1400多万，短短2天时间，我就成为了一个千万富翁。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呢？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先给爸妈寄一点。
哎呀，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小子在外面干了什么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和你妈一个人，每个人都60万，你是不是去抢银行了？不是，儿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哪来那么多钱打给我呀？妈，您就放心吧，这钱是我在古玩店上班的提成，放心收着啊。那怎么能拿这么多啊？那是你儿子优秀啊！臭小子，把我吓得连地都没种完就跑回来了。对了，你不是在什么古玩城上班吗？我跟你妈前几天收拾屋子，翻出个老物件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已经给你寄过去了。哦，行，那等你寄过来我再看吧。王助理，你的快递帮你拿上来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妈，我先不说了，寄的东西到了，我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好。好。这是一个烟枪，虽然我爸也抽烟，但是都买的香烟，没有用过烟枪啊。这根烟枪材质似乎有些特殊啊，摸起来像木头，但是这烟嘴这儿有金属感觉，并且这个烟嘴呈暗金色，似乎比黄金还要硬啊。这上面还有些纹路，但是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哎，对了，公司和市博物馆有合作，不如去拜访一下馆长齐老先生，说不定他会知道什么。哎，小云，齐老，我有些事耽搁了一下，让你久等了。嗨，没关系。顾小姐，看什么看？我来我叔叔家玩几天还不行吗？你去泡壶茶。哎，这是我的学生方木。方木，这位就是王云。哟，王先生你好，我是方木。方先生你好，今天啊，你可算是来着了。一会儿来的那壶茶可是正宗的西湖龙井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是月牙在这儿，要不老师啊才舍不得拿出来。哼，你又不会泡茶，让你泡就糟蹋了。哎呀，王先生一表人才，在下佩服。齐老，是这样的，这次之所以找您来，是有个东西想给您看。看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。这是一个烟杆啊。这个东西应该是清朝乾隆时期的玉器，并且使用它的主人身份不低，很有可能是某个王爷或者大官。看来这东西还真的是古董啊，并且和一般的古董还不一样。哎呦，王先生，这个也是你捡漏捡的？哦，这个倒不是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东西是我在家里找到的，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不过太久了，家里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，所以说想来找您，帮我看看，也好让我心里有个定数。这是祖传的，也不像什么富贵人家出身。齐老，不知道这个物件大概值多少钱？既然这是件古董，而且不一般，放在老家也不放心，更不可能放在宿舍。我现在身上的秘密可不少，没必要把这么多东西带在身边。这个烟枪是紫金木做的，并且使用它的主人肯定以前一直在使用。你看，这枪杆都已经玉化了，在这里边应该还有一个立烟珠，安上它以后也会提升一个档次。要说价格的话，700万应该没问题。700万？齐老，那我可以把它卖给您吗？我相信你。卖啊，这可是古董啊，也是你的传家宝。你要是放在家里，今后的价格会更高。齐老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东西虽然一直在我们家，可是我们家里都没有人知道，突然多出这样一个东西来，我心里很是惶恐，所以只担心一些小人会惦记，到时候可能会惹麻烦，所以说还不如把它变成现钱，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是更好的。你要真心要卖给我的话，那我可以出750万。哎，齐老，不用750万，700万，我相信你。王先生，是这样，我呀有拍卖行的朋友，这个东西呢我也了解，市场价最低也得要700万，所以老师给你的价格非常合适。我明白的，齐老，我真的不要750万，700万就行。
当今像他这样能保持如此心性的年轻人不多了。小王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转账。哎，多谢齐老。王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老师为人绝对没问题，不会占你一分便宜。750万，一分都不会少，都是给你的。果然如方先生所言，齐老不愧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。王先生，既然你在顾氏集团上班，你认识珠宝部的经理吗？我也在顾氏集团上班啊，你怎么不问我？谁不知道你是去混日子的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才不是。珠宝部的经理姓高，方先生您问他是？其实啊，我是想找他的助理。我听说呀，那个年轻人前段时间赌石，3赌2整，天赋异禀。虽然有一个开得不太好，但是他依然卖给了别人，实属不易啊。那个人不就是他吗？什么？那个人是你？应该是我吧。哎呦，王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收好。您看有时间可以去我的协会做做客吗？时间是有的，但我只是一个新人啊。哎，这算什么呀？你新人的资历已经让很多老辈都已经望尘莫及了。哦，可以啊，方总，要有机会的话，一定去拜访。哎，那咱们明天去。我也要去。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你去干嘛？想来的话就一起吧。哎呀，你呀，那就明天。行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再往前走就是公司了。平时啊，大家聚会都在公司里，所以对内啊就叫明玉阁。虽然跟别的连锁品牌没法比，但明玉珠宝在这儿还是有点名气的。还行吧。我领你们去看看吧，就在前面。这怎么又是什么都没有啊？滚！哎，别生气呀，又不是我让你买的料子。哎，顾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在这干嘛呢？老季呀，这一趟回来，好不容易带了3块料子，结果呀，切开了2块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不正郁闷着呢。先别郁闷啊！今天呢，我给你们2个人带来一个贵宾。贵宾？对，王助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季宁珠宝老板，这位呢是红叶珠宝经理。哎，你们俩前段时间在开元市，知不知道有一个小伙子3赌2掌啊？这事儿听过吧？哟，这倒听过，就是他，王云，就是他，王云，他呀是顾氏集团珠宝部的经理助理。哎呦，你就是那个年轻人啊！久仰大名啊！季老板，李经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哎，早就听说我们银山市出了一位神人，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。哎呀，佩服佩服！哎呀，不佩服能行吗？人家是3赌2整，不像某些人呐，3赌已经没了2个喽。切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这儿啊还有1块没开呢。哼，二位，你们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哎，好。你看什么呢？这块料子的外壳是黑乌纱，品相倒还凑合，不过可惜里面什么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顾小姐要是不信的话，要不把它切开看看。我很看好这块料子。看着像老料，从外表看上去有松木，这个呀有很大几率会出绿呢。哎，嘿嘿，有雾，应该有雾啊！哎，这块要是再没有啊，那我这100多万就全打水漂了。哎呀，不错，
这就是感情种啊！哎，这块料子还不错，要是全部掏出来的话，应该也有个100来万。啊，3赌1掌，还不错。这要是还可以啊，那人家王助理那个不更神了吗？2块高冰翡翠啊！要不是当时我人在这里，哼，我就第一时间杀到北元市去。说笑了，我那只是运气好罢了。哎，兄弟，运气在这个行业也很重要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哎，方老板，这王助理眼光这么好，有没有邀请人家加入我们玉石协会啊？哎呦，你瞧我这个脑子，我还真给忘了。王先生，是这样，我们玉石协会呢，在整个云山市也算是很有资源的，虽然不太大，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，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。对，我们太艺啊，跟你们故事虽然表面上有些竞争，但是都是公司层面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私下还可以进行合作嘛，这也是加入协会的一个好处。对对对。珠宝玉石这个行业鱼龙混杂，加入协会认识的人多一些，一定是有好处的。加入虽然有好处，但是答应的太爽快，会降低别人对我的看法。多谢各位老板们的好意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这样吧，我领你去看一个好东西，看完以后啊，保准你回心转意。啊？哎，王助理啊，上次你在北元的表现，我们是没有看到啊。是，这次是不是让我们好好的开个眼界？王助理啊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啊！啊，要是能让方老板肉疼后悔的话啊，我做东请你吃饭。要是能让方老板肉疼后悔的话，我做东请你吃饭。哎，打住啊！我告诉你们俩啊，少打歪主意。从今天起，我收藏室里的原石跟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。哎呦，嗨，王兄弟，是这样，我呀让他们每次加入协会的人都会去我收藏室挑一块原石，其实啊就是图一乐。季宁这小子上次拿了我一块价值300万的原石。难怪刚刚方木那么激动，看来他的收藏品肯定有不少好料。这个院子的原料几乎都是一些新城口的料子，从这些料子里面赌大奖，简直比中500万还大。好啊，正好，我想看一下方老板的收藏室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。走，我们去那边。走啊。刚刚方木故意没有说收藏室的事儿，就是想看看这个王助理的实力。看来王助理对这里的石料不感兴趣，那就说明他确实有几分眼力劲儿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这些啊都是我10年前买的，当时买这些可花了上千万呢。有的呀已经解过了，有的还没解。兄弟，你喜欢哪个自己挑一个吧。10年前，这么多原料，方老板应该早就回本了吧？何止回本啊，还赚了不少呢。哎，方老板，这块料子我每次来都忍不住想买。不卖？哎，你放开手挑好的。方老板是富家子弟，上千万10年前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。要不是他喜欢这一行，我们不一定能够结识到他那个层面的人。嗨，我知道了。这块原料里面应该有料，但料子很一般呀，让我用透视看看。算了，里边的料子是低糯，这在翡翠里面算是最低等的了，而且里面还有裂痕，几乎是赚不到什么钱的。我可以再多看一会儿吗？可以，只要能开出好料，看多长时间都奉陪。看来王助理是懂行的。这样一个一个看也太慢了。
方老板，这块料子你迟早是保不住的。是啊，能被你带到这里的人，要是看不上这块料，那就枉费了你带他到这来的心思了。从这块已经切开的地方往里边看，已经能看出里边的绿意种好，但其实这块料只有外边的薄薄的一层绿，里边都是空的。兄弟，这块不行，这块啊是我压箱底的宝贝，你换一块啊，大不了我给你打折。这块肯定赔钱的料子，我才不会要。这块料子我已经用透视看了，除了绿色差了点，水头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块可以吗？这块成，就算你20万啊。哎呀，方老板，这块料子20万是不是虚高了一点啊？你呀，真是业余。这块料子可是我10多年前在麻蒙厂口带回来的，那里的老料什么价格，你们2个应该清楚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就涨了几万块，这都是保本了。麻蒙厂口出的料确实不一般，像这种黑皮乌皮在市面上出的，都是从那个场地出的，虽然种水一般，不过偶尔也是能开出一些绿的，只不过很少能出那种玻璃种。王兄弟真是见多识广，没错，那里的厂口啊非常好，要是能开出个祖母绿、玛瑙绿，那价格直接翻倍啊！刷卡还是转账？这次不借我的钱了？不用，这次我有钱了。那就转账吧。行，过去了。王助理，要不要顺便在方老板这解了呀？也让我和老纪开开眼啊！对呀，也行。那兄弟，是我帮你切，还是你自己动手？我自己试试吧。我可以凭借自己的透视，能够更好的找到切割的地方，也避免一把把料子分成2块。黑色的水雾，难道是黑色玉石上的瑕疵？看来是挂了。出绿了，出绿了！王助理，这块料我多1倍给你怎么样？1倍啊！我说老李啊，你不要欺负人家王助理是新人啊，这个水种可不普通啊！我出50万，我出60万。哎呀，老纪啊，这块翡翠虽然是高等货，但对于你的生意来说也无所谓了。但对于我太乙珠宝来说，这可是我留下客户的最好东西了。老李啊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我们现在也没有这种高档的翡翠了啊！别跟我抢了。我出80万。兄弟，我可不可以把那块石头再买回来？要不这样吧，我想把它全部开了，很有可能下一刀就垮了呢。下一刀不可能垮，只会让这块石头更贵。行，那你先全开了吧。这是高冰飘绿。不会吧？那这可是大涨啊！我刚才还以为是黑丝呢。哎呀，王助理3赌2涨，我本来还想着是他运气好，但是他挑了一块我们挑过的料子，居然直接开出了一块高冰飘绿。哎，王助理，这块开出来的加上另外半块，我全要了，出400万。老李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不会是不知道高冰飘绿他在玉石家族里边都排第2名了啊？你想400万就拿走它？这种老坑高冰已经达到了我接触到的料子顶峰了，只是这颜色多少有点让人失望，色调有点偏蓝。要是满绿的话，就算绿色再浅一点，也能让这块料子的价值翻倍。我出1000万，这个我要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是啊，方老板，你财大气粗，就不要跟我们抢了吧。哎，大不了啊，我再重新卖给你们一块，这个呀，你们就别跟我抢了。3位老板，你们就不要争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个大块的我肯定是要留给公司的，要不这样，我把这块小块的卖给李经理，怎么样？此前我邀请他加入律师协会，他说要好好考虑。现在这个时候也能想公司，看样子这个年轻人人品不错，性子也稳重。只是他为什么要把小的让给李红叶？哎呀，王助理，为什么要把这块开出来小的给我呀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想啊，毕竟你刚刚也出了一块了，而你呢这边又有这么多的收藏，
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一小块卖给你，怎么样？王助理，为人果然通透啊！你这份人情，我今天收下了。哎，这样，今天中午我买单，地方你们随便选。季经理、方会长，之后我再开出好的料子，也会卖给你们的。兄弟，你的手气啊，一直不错，肯定能开出好料子。我等着。真是让人心动啊！对了，方会长，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再买点东西啊？你还惦记着收藏室的宝贝啊？绝对不行！不是，我是想把这个机子一块买走了，然后再买点毛料。新厂口的料子都很普通，加起来也不到10万块，机器的话也就4、5万。哎呀，这王助理啊，还是个新手，这估计想买回去啊，自己练练手。哎呀，这王助理一入行就4赌3张，像我们以前入行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这好运气啊？啊，那些年可是没少交学费啊！这些毛料还有机器，我一起出20万，怎么样？哎，方老板，以你的人脉，再买一台机器也就3、2天的事情。对了，至于这院子里面的这些料嘛，你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对吧？这也是给你再进一次料的一个机会。好吧，不过这台机器啊，我用了大半年，而且啊，还是半自动的。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，到时啊，我给你弄一台全自动的。不用，我主要就想拿这个练练手，这台就行。我得对各方面都熟悉一点，总不能一直用运气好来伪装，这样迟早有一天会露馅的。并且我得多练练手，以后也能避免因为切割手法的问题造成料子的损坏。行，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这些东西啊，给你个成本价得了。到时啊，我安排人把这些东西一起给你送去。方会长，爽快啊！这块废料里面竟然有一抹幽绿的绿条，这块废料外面有裂痕，一直延伸到里面。只看之前被切开的那一面的话，就是实打实的废料。要不是我用透视观看，我都不信这里会有一些手指大小的绿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绿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祖母绿？虽然就这么一丁点儿，但是这种玻璃种的帝王绿，就这么一点儿也是100万以上，甚至过1000万的。王助理，你怎么了？王助理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方会长，没事儿。我能不能把这些全部都一起拿走啊？我想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构造才会形成这种柳子。像你这种啊，里面的褶子是最多的，尤其是你这种，你拿着也没什么用啊。之前听人说啊，有人在你这里啊开出了个帝王绿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里边都是碎的，也不能用啊。嗨，没关系的，方会长，这些反正你也不要了，我都全部拿走了，而且我就回去研究研究，就当练手了嘛。行，你拿走吧。刚刚那块老坑高边都被他们抢了，这种玻璃种的帝王绿更是可遇不可求，就只有重点。要是都让他们知道了，肯定没我什么事儿。这块我得自己带走。行，多谢方会长啊。这世界上不会有其他绿色比这玻璃种的帝王绿更让人心动的了，我得赶紧把这台开出来。我靠，这种橙色的帝王绿算得上是极品了，可惜小了点。不过这种玻璃种的帝王绿，我不会出给任何人，就当做传家宝了。喂，高经理，我开出来个老坑高斌，快来，就在我家呢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好。顾小姐，你怎么？啊，我看高经理急匆匆的出门，就知道肯定是那块老坑高冰的事。那我当然来看看。啊，哎，小云啊，哎呀，小云啊，那块高冰种在哪儿呢？快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急死我了！等着。哇，哎呀！哇，
哎呀，这块高冰种已经快达到玻璃种了。哪怕是飘掠，也是翡翠中的高端货了。哎呀，你小子到底是走了什么运啊？这是从哪里赌出来的？哦，这个是在云山市的协会，方会长给我的。哦，怪不得呢。方会长那里啊，可都是好货。对，方会长人还挺不错的，没有因为我是新人就想拿捏我。他还想拿捏你啊？那也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你现在可是4毒3长，他们那些老家伙们呢，只能望尘莫及了。哎呀，说来说去啊，我这运气啊也是很好的，能有你这么一员福将在。哎呀，哎，这样吧，我先把这块料子拿给公司。哎，你放心，公司那边肯定不会亏了你的。他们要是给不了你好价格，咱们俩就一起拍屁股走人。其实钱这方面我也不用着急，慢慢来吧。哎呀，慢慢来，钱也是要给你的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估个数。这块料子呀，公司怎么也得出个上千万啊！哎呀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谢谢公司了。那我就先把这料子拿去给公司了啊。那个小雅，你跟我一起走吗？哦，我就不去了。某人说要带我出去玩，我现在正好有空。哦，行，一会儿带你去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行，慢走啊。哎呦，对了，小雨，以后啊，再出了好料子，记得一定还要出给公司啊。行，没问题。还有这个，拿上。哎，行，好嘞。好，慢走。哎，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好。说吧，想去哪玩？去古玩街吧。你运气这么好，我看能不能沾你的光，捡个漏。行，走。你记住啊，你可别看走了眼，这市面上我估计大多数都是冒仿伪劣，就连老手来了都分辨不清。看那个，太破了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马王堆的立苍玉叶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看到了。那里就算一个小小的饰品，都不可能到市面上的，一看就是工艺品。切，我也知道。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故意做旧的，肯定不是老玉。但这个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中间那么绿，那么通透，老板肯定说是玻璃种的，其实就是玻璃雕刻出来的，你信不信？先生，你手上的这个玉扳指是高冰的，只要10万块。高冰10万？哎，你看一下，应该是合金的，或者是镀银的。这种东西很少有货真价实的。姑娘，这绝对是清朝的官银，下面都有。老板，做生意还是守规矩的好。我们走。哎，你为什么说那个摊主不守规矩啊？古玩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进来的人如果发现拿到了假货，不能出言提醒，这样避免会被碰瓷。而老板在顾客拿起来之后，不能触碰。古玩街还有这样的名堂？对啊。哎，我们去那儿看看。走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6000。一个破石雕都叫价6000，也太干旱了吧！这可是清朝时期有钱人用来镇宅子的。看到那里面的红痕没有？这代表着这还是一匹汗血宝马呢。6000我都感觉便宜。这石头确实有点名堂，只是跟摊主说的是2回事而已。600，卖就拿走。姑娘，你是找茬的吧？别人对半砍都需要勇气，你直接跟我打1折，是不是太狠了点？最少1200。1000，卖就包起来。行吧，1000就1000。
到账1000元。哎，这个石马能给我看一下吗？就是一石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运气不错呀，这是一块积血石。真的假的？积血石？姑奶奶，你小点声。这竟然是一块积血石！虽然部分不多，不过看这部分的质量，也能值个10万8万的没问题。我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竟然真被我捡漏了。那你也不看看你跟着谁？走，再看看去。我靠，不会吧？小兄弟，好眼光呀！我这个可是个老物件，清朝雍正年间出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给你优惠点。这东西之前有一个在澳门拍卖了，1000多万啊！你以为这种地方能有这么贵的东西吗？刚刚我们不还看到了什么太平天国玉玺，还有唐朝时期的凤冠？哎，我说小姑娘，来古玩街可要守这儿的规矩啊！他是我男朋友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吃亏啊！哦，那行吧，你们看喜欢的话就带回去，给你们便宜点。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文物，我只是想找一个仿古一点的插花瓶。老板，给个实价吧。8000。老板，你真当你这是什么古玩呀？这是一个仿古的花瓶而已。给个实价，我知道你们也要赚钱，这样1000块钱行不行？哎，行吧，1000就1000，拿走吧。好嘞。到账1000元。过去了啊。哎，慢走啊。走。王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这次我可赚大发了！这个花瓶可能是真的，我们快回去。你这家伙不会当真了吧？如果这东西要是真的，那就是国宝，是不能拿出来买卖的，知不知道？没看到这瓶子之前，我也以为这地方没什么国宝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怀疑。为什么？这可是系统带我挑中的，如果这还是假的，那就是老天爷闲得无聊，跟我开玩笑了。哼，刚刚还说带着我逛街呢，现在就不理人了是不是？啊？我必须要去古玩街再看一看，要把里面的国宝都找出来，上交出去。要是真的还有这种东西流落在外面，对整个文物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啊！月雅，我把这个拿回去，然后我还要再去一趟。放心吧，这我肯定不会卖的。行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齐老喊过来，让他过来帮忙鉴定一下？一个假瓶子而已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哎，好吧，那我再帮你最后一次。齐老，就是这个。真的，就是真的。这个绝对就是清朝的青花竹18角文玉壶真品。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还有幸看到它的真品。小王，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？哦，这个是刚刚我和月雅在古玩街上捡的漏。小云，这可是国家级文物，如果你上交，国家肯定会奖励你。但是吧，这个瓶子看起来呢，感觉像是刚出土的，肯定是哪里的墓被盗墓贼给发现了。能拥有这种东西陪葬的人，肯定身份不低。可惜啊，这里面的东西已经流落出来了。哎，真是造孽呀！像这种国家级的文物，居然被文物贩子拿到市场上去卖掉，也不知道多少文物已经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被损坏了。齐老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后面我们在古玩街转了一圈，可是只发现了这一件，也没见到类似的东西。小王，你的实力不容小觑呀！小云，就凭你发现这个国家级文物，而且还上交，绝对是已经立功了。我呀，代表整个文物界感谢你。哎呀，你们就别说了，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属于国家的，我们捡到了之后就应该把它给交上去。小王，在发现文物的地方，你有没有发现别的什么情况？
是这样的，齐老，刚刚呀，我专门去找了那个摊主问了一下，他跟我说是跟2个中年模样的男子买的。我想，他们既然愿意把这个东西卖了，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就卖出去了，所以他们肯定不懂文物的价格。是啊，如果是专业的盗墓贼的话，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，会比较小心，会把这个东西小心的保存。即使是他们拿到市场去卖掉，也总比当做瓶瓶罐罐被损坏了啊，对，要是普通的盗墓贼啊，那这批文物的保护程度可就不好说了。要不报警吧？既然是国宝，那完全可以申请警方介入，这样也许可以调取监控，还可以让那2个摊贩画像，说不定还能找到那2个人呢。好，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法。你居然能在古玩街那种地方捡到国宝，真让人佩服。嗨，我现在啊，会常常看一些古董书，把上面的知识套在这个瓶子上，就发现上面说的都对。我一想，这个瓶子也没多少钱，我干脆把它买下来，来问问你们。得了吧，看你当时激动那样，绝对一开始就看出来这东西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齐老，我在想，那2个中年男人既然愿意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把这个瓶子卖出来，那说明他们肯定不懂这古玩知识。那我觉得他们会不会找一个其他地方，找一个他们更熟悉的地方，把这个东西四处流窜呀？这个年轻人不仅眼光好，头脑转得也快，算是我这辈子见过聪明人里最年轻的。那你说，他们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？齐老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肯定是市里各大古玩城。你想啊，一是古玩城活动范围大，二是古玩城也更加方便一些，让他们更加便捷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趁他们的文物还没有卖出去之前，赶紧去市里各大古玩城转一转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我们呢，现在就出发。要是这批文物被别人知道了，再想找回来，那可就难了。对，我看行。小王既然之前能找到国宝，肯定是有能力的。如果你要是有时间呢，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齐老，您这话说的，能跟2位前辈一起去学习，是我的荣幸啊。我看呀，指不定你的本事跟我们都差不多了。我之前呢写了一本书，是关于文物方面的书，之后我让小雅发给你，希望你能帮我参考一下。啊，竟然看到齐老的书！齐老，您言重了，能看到您的书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这个人就算运气好，也应该是有几分真本事的，要不然我当时在古玩街怎么就没发现国宝呢？不仅没发现，还一直跟王云说这个瓶子肯定不是真的。行，那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就尽早出发。现在啊，能看懂这个东西的也只有我们几个了。我先代表文物界感谢大家的鼎力相助。齐老，您客气了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别的古玩市场看看吧。好。小王，你和小雅去南面那条街，方木去东面，我去西面。有什么事情电话及时联系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方木，来坐吧。这个小伙子呀，很了不得呀，这么年轻就能捡到这么有价值的文物，只怕全国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。我们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肯定是做不到的。那肯定是做不到的，就算是有能力做到，我也没那个胆儿啊！谁能想到，在这么小的一条古玩街，竟然会出现国家级的人物？就算是老板跟我说，我也不信。我要是被打眼了，那多丢人啊！是啊，在古玩这个圈子里，你要是捡到漏了，没有几个人会羡慕你。但是如果被打眼了，绝对在几年内一直会被人提起嘲笑的。这样也是他的优点，他不光具备运气，而且还具备勇气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宝贝，这也是普通人做不到的。齐老，要不咱们也赶紧去吧。行，走吧。你看看这个。这个明显是民国仿清朝的，有好几处色釉上的不是很精细，虽然也算是古董，但是没有价值。好吧。漏啊，没那么好捡，再看看。小个儿，
这可是齐白石的画，可遇不可求啊！30万，拿走。齐白石的真迹确实可遇不可求，不过你这个批发市场要多少有多少吗？小伙子眼光不错啊，我倒是有不少真品，给你们看看。这些确实是真的，这条手串应该能值个10来万，可惜。这可是紫檀木的，自带香气，物有所值。要的话，30万拿走。老板，你这有点黑了吧？凭什么30万？上面都少了一个，最多也就12万吧。我以为你只会看石头，没想到手串你也懂啊。小哥，你女朋友这么漂亮，你肯定也是有钱人，最起码让我挣点。如果谁都过来捡漏，我们还怎么生活呀？哼！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也清楚，哪有什么捡漏啊？最多也就买回去哄人开心而已。哄人开心？不会是我吧？哄人开心倒也合适，也好看呢。这是青花桃符文橄榄瓶，这个瓶子和刚刚发现的那个一样，外面都有一圈金光，并且这个也是清朝年间的，还是雍正时期制的。这个青花桃符文橄榄瓶之前在动荡的时候流落到国外，后来经过无数人的努力，才模仿出一件一模一样的。复制的就是复制的，永远代替不了真品。不，这件是真品。我觉得呀，这个瓶子的设计还挺复古的，拿回家种花花草草啊、插插花啊什么的，都挺好看的。老板，这怎么卖啊？小伙子，有眼光。难道这个花瓶也是国宝？老板，这个800卖吗？800，这可是我从乡下大几千收的呀。如果说不知道真品在国外，我真的可以以假乱真。你要的话，最低6000。6000太贵了，这样4000，不行，最低5000。行，5000就5000。到账5000元。转过去了啊。哎，好。嘿，走。好，慢走啊。哎。难道这跟之前那个文物一样，也是国宝？我也不敢确定，不过这瓶子的工艺真是太好了，所以我们先带回去，找老齐鉴定一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回去找一下那个摊主，我们再炸他一下。哎，摊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业务挺广啊。哎呀，老板，真是巧了呀。哦，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上次我在你这儿买的那个瓶子，你还有没有啊？我家里缺一个，拿上2个一起摆，好看吗？哎呦，那太可惜了。那瓶子呀，是我收来的，这当时收的时候啊，就只有那一个。哎呀，那太可惜了。哎，那个人是谁啊？远吗？要不我去找他们要也行。这恐怕不好找呀。我是从一对农民打扮的夫妻那儿收的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，我也没留他们联系方式啊。哎，行，谢谢老板啊。慢走啊。哎，也不知道他们手里像这样的文物有多少。是啊，这种无价之宝的文物，居然就被他们这样几百几千的卖掉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条街咱们也转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去找齐老会合吧。好。齐老，哎，小王，让我看看，你又找到了什么？这是青花桃符文橄榄瓶。真的，这一次还是真的呀！没想到，我居然还会看到它的真品啊！小王，哎呀，齐老，哎呀，谢谢，太感谢你了。像这种珍贵的文物，一旦流落出去，还能被找回来的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叔叔，你跟方木在这边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哦，我们问出了那2个农民模样的人的信息，不过东西已经被别人买走了。警察已经根据线索去追查买家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。我们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情况。既然这批文物都在这2个市场当中，那就证明咱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他们为了多卖点钱，所以把东西拿过去售卖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继续找吧。好，好，你们去那边，我们走这边，走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不卖。为什么不卖？你们刚进来的时候，跟2个人站在一起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他是市博物馆馆长，
在你们来之前，他就在这看了很久。你现在又过来问价，恐怕来的不小啊！我知道他呀，肯定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早就被博物馆收藏了。不过很可能藏着其他什么秘密，要么是瓶子上的花纹有什么讲究，要么就是瓶子中间有什么隔层之类的。那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在当时卖给你这东西的人手里收了多少物件？你问这干嘛？我是想知道那2个人是不是农民。那我不知道。行，既然你不说实话，那我就告诉你句实话，这个是国宝级的文物。你确定没有骗我？我没有必要骗你。刚刚齐馆长过来的时候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身边这位也是做古玩工作的，是真的是假的？难道我们还能不知道吗？李飞，也不知道是你运气好还是不好，居然让你收到了一个国宝级的文物。啥？国宝级文物？贩卖可是违法的呀！哎，现在说摊怕是有点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儿，需要先回家一趟。我告诉你啊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如果这个国宝级的文物上交给国家，你不仅可以获得奖金，还可以颁奖。但是，如果你私下贩卖，到时候不只会没收你的全部财产，至少还要坐5年牢，你看着办吧。我不知道这是文物，我是从2个农民那收的。我要知道它是国宝级文物，我也不会放在这儿啊，是不是？既然你们确定它是国宝级文物，我上交就好了呀。我之前不知道这是国宝级文物，更没有给它卖出去，应该不算违法吧？这样，你们刚刚不是说，上交文物有奖金和奖章吗？我不要钱，你们给我个奖章就好了。文物回收是有严格要求的，又不是我们说了算。这样，你现在还能联系到那2个人吗？应该能。之前我看这瓶子不错，想着要是卖得好的话，再跟他们收，所以就要了他们的联系方式。要不要现在就联系他们？既然有了他们的线索，我们就要利用起来。我们不仅要顺利把人约出来，还要保证文物不被损坏。我们报警吧。好，现在给那2个人打电话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古玩城卖文物的。之前从你那收的那个瓶子卖得不错，想问你还有没有做工这么精细的东西？我想再收2件。有是有，最近出了几件货，品质都不错，只是价格得加一点，至少12000一件。我们的做工跟品相都是很好的，12000绝对不贵。好，12000就12000，这样你多带几件过来，我挑一挑。如果好的话，我会给你介绍买家。好，等我进城的时候跟你说。啊。人也帮你们约到了，领导，我这算不算戴罪立功啊？放心吧，只要你好好配合的话，是不会把你抓进去的。好，我一定好好配合，有需要的话您就跟我说。行。哎呀，小哥，你这么年轻，鉴宝的能力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一会儿你不就知道了。那警察真的在楼下，我一会儿会不会……放心吧，我呀肯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，我保证。哎呀，放心放心。这位是？这位是王老板，就是他在我的摊位上买的那个瓶子。他最近在乔迁新居，想在家里添几个像样点的物件，就问我这东西还有没有了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快给王老板瞧瞧。行，东西啊我们都要了，12000一个，一共48000。李老板，这东西48000，我可不卖。啥意思？之前不说好了12000一个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东西啊不是仿的，是我从地底淘的，12000一个，太低了。啥？地底下出来的这种东西，大家都知道只有陪葬品，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暴露这些东西的来历？就算不是文物，盗墓也是犯法的。那你觉得这些东西值多少钱？它值多少钱我不知道，但是低于2万，我不卖。8万块对于这些文物来说，连个零头都不是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可是一笔巨款。从之前他们几百块卖一个瓶子，到现在开口就要2万，可见这个人的欲望也在一步步的扩张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东西你卖的越多，犯的罪就越重。犯什么罪？这可是从我家地里淘出来的，你爱买不买？
警察，别动！警察，别动！王源，别过来！我的刀可不长眼，都给我退出去！兄弟，他们都是警察，你别乱来！哼，警察又能怎样？我从自己家地里挖的东西，还卖的越多，犯的事儿越大，什么狗屁玩意儿！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想活了？小心我带你去见阎王！不要！兄弟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今天这些东西你是绝对带不走的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挣扎了，赚钱的方法有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呢？你要是出事了，你想想你的家人，他们该怎么办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爸妈也是种地的，他们做了一辈子农民，他们都是淳朴善良的人。如果他们拿到这样的东西，他们肯定不会像你这样做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家是大坪村的，你家是哪儿的？你跟我是一个村的啊？你跟我是一个村的啊？我看你说的有理。行，我跟你们走。还好，只是破了点皮，现在已经不流血了。那两个人竟然还跟我是老乡，以前没发现你竟然这么厉害，我很佩服。小王，你知道你们这一次给整个文物界和考古界立下多大的功劳吗？哎，兄弟，我问了那边的同事，你猜那是个什么墓？能有国家级文物的墓穴，埋在这里的人至少是个达官贵族。那是个官员的墓，而且级别还不小。他们刚挖了一半，出了10多件文物，全是国家级的。我从来没想过那些东西居然还能看到。这次的发现是整个文物界里程碑式的发现。过几天呀，京都博物馆的馆长也要过来，还有一些已经休养在家的专家们，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也赶着要过来呢。这次呀，咱们云山可是要热闹。这次呀，咱们云山可是要热闹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王，你太谦虚了。这次我们还有事要办，就不招待你了啊！快把东西拿走。哎，喂，小云啊，你那边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的话，和月牙就先回公司吧。行，我们马上处理一下就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最近公司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所以啊只能让你们回来了。高经理，你别这么说，毕竟我们拿着公司的工资呢嘛。之所以让你们回来，是因为省里边有个区域会议，顾氏集团必须要派代表过去，所以啊只能让你们回来了。这一呢是让你们代表公司去出席会议，二呢也是让你们去学习一些经验。好的，高经理，我和月牙保证完成任务。小云啊，这件事啊，本来是让顾氏集团分公司那边出席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又让我们总部去吗？为什么？哎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之前你4赌3长的事情早都传开了，要不是我压着人不放，他们分公司啊，早就把人要走了。高经理，这事王源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吧？我去不是浪费资源啊？哎，小雅，你先别闹脾气。这次你们不仅仅是代表公司去出席会议，公司还要安排你们去采购一些原材料回来呢。这钻石和玉石的原料都需要，你们两个一起啊，更方便一些。小云呢，对玉石方面很在行，但是啊，在钻石方面，她不一定能比得过你。那可不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对呀，跟着月雅能学不少好东西呢。就是啊，别人跟我学还得交学费呢。嗨，机票啊，我都给你们订好了，其他的报销方面，你们回来找财务就行了。给，这是邀请函，那我就祝你们一路顺利。多谢高经理。走吧。哎呀，唉，这会可真无聊，一坐一整天，累死我了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我们去放松放松啊！哎，小云、月牙，没想到在这儿也能见到你们，真巧啊！方哥，你也是说要过来参加会议的吗？嗨，共同交流学习嘛，对吧？一会儿你俩有什么安排，我请你们搓一顿。行啊，方哥，那今天就放开肚子宰你一顿了。嗨，一会儿啊，哥带你们上星级酒店，今天呢，敞开了吃。
哥请客啊！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方哥。没问题，一会儿吃完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鬼市上转一圈。小月，你还没去过鬼市吧？没去过。那咱们就吃完饭一起去。行，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敞开了吃。走，走。哎，就是这儿了，怎么样？原来鬼市长这个样子。怎么？你觉得应该是怎样的？我还以为是那种比较隐藏，需要证明身份才能进去的地方。这儿啊，虽然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守规矩，毕竟还是有人管理的。这跟古玩街比呢，玩的会多一些，所以啊，还是要记住一句话，不要被别人打眼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不是有句话吗？不是要买的东西，千万不要还价，因为假货比较多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一些。对，哦，明白明白。哇，那个簪子好好看，基本上都是假货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月牙眼光这么好，能在这么大一条街上发现这么一个小小的还有点价值的东西，好看。老板，这个簪子多少钱啊？9800块卖不卖？行，那你拿走吧。到账8000元。对了，过几天我爷爷生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啊？但是外人能去吗？我都亲口邀请你了，肯定是可以啊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去参加爷爷大寿的。就是不知道该买什么礼物比较好呢？什么都不用准备，人去了，心意到了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你爷爷大寿呢，哪能空手去啊？哎，你们这么半天啥都没买？哎呀，这个紫砂壶的品质也不错，帆哥还是会挑啊。你看，好看吧？哇，还不错啊，好东西。像这种好东西啊，真是卖一件少一件。我这转了一大圈啊，就这紫砂壶还不错。哎，确实是个好东西。走，咱们那边看看。小哥，来，小哥，我刚才看你在外边逛这么久，是没遇见什么心仪的东西啊？我这边可有好东西啊，比外面这些都好，给您瞧瞧。比外面的都要好。来，小哥您瞧。小哥您看，这酒爵呀，可是战国时期的，我是怕放出来一时半会儿卖不掉，被别人给盯上，所以才藏起来，肯定有收藏价值，5万给您，要不要？你说这个东西，战国时期的青铜酒爵，我不用异能都知道，这肯定是一个假的。果然是假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喜欢，走了。小哥，这种好东西啊，可是可遇不可求啊！你就看一眼就走，你是看不起我这东西呢，还是看不起我这人呢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准备拿着这个工艺品市场批发过来的东西强买强卖？小子，出来混最重要的是讲规矩，看了不买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我们只是看了一眼，又没有说要还价，你这是逼着我们买吗？你就不怕这里的管理者知道你们这么胡作非为，把你们赶出去啊？你这小姑娘懂得倒是不少，我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还是少说2句吧，不然一会儿把你的脸蛋打花了，可就不好了。你狐假虎威。走，月雅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让开！这样就没事了吗？能有什么事啊？大不了咱们就报警。哎，小哥，要不要看看这个宝盒？这个盒子里面有秘密。你要买这个盒子吗？你要买这个盒子吗？老板，这盒子怎么卖？这个是鲁班锁，不会方法的人是打不开的。知道方法，打开也不简单。我给你打开看看。这要是着急拿盒子里的东西，估计能急出心脏病。这个币没有一个是真的，但是我的异能显示里面还有宝物。这个看起来是个盒子，实际却装不了什么东西。不过它也算是一个带有工艺，又带着智慧传承的一个老物件。小哥要不要带回去？这个盒子里面除了那个放古钱币的小空间，里面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装的小空间。这个空间里面放着一颗红色的古玉石珠子，这颗珠子差不多能值100万。老板，这盒子怎么卖啊？小哥真有眼光，这盒子你给2000就行。不过这个古钱币值不少钱，你要的话加4万一起带走。假的古钱币竟然还想卖上万一个，做老板的果然都是漫天要价。行，2000就2000，不过这里面的钱币你留着卖给有缘人吧。来，扫码。行吧。过去了啊。到账2000元。
谢谢啊。你买这个空盒子做什么？难道这个也是国宝？这天下哪有这么多国宝等着我去捡漏啊？那这盒子有什么名堂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里面可是装了东西的。啊？这是鲁班锁，这外面一点包浆都没有。对啊，应该是用普通的木材做的，也不是什么古董啊。难道里面是装了什么好东西吗？那也不对啊，里面放着的钱币你也没有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鲁班锁合起来的时候是个圆柱形的盒子，而且它有2种打开的样子。这2种打开的样子呢，需要2种不同的解锁方式。显然，这个摊主他只知道其中一种，他并没有发现里面的玄机。哎，这锁太复杂了，这只能砸开了。哎，这好歹也是花了2000块钱买的一个老物件，手工多精致啊，毁了有点可惜啊。没办法呀，像这种盒子，它有2种解开方式，只要你有一个地方错了，就永远都打不开了。要想取出里面的东西啊，只能给它砸开了。哦，好吧。你看看，想不到古人的工艺跟智慧会这么厉害，没有木楔，就一块木头就能做成这个样子。这是本来盒子里面的，这是本来盒子里面的。是啊，我知道这里面有2种开锁方式，每一种开锁方式都对应一个储物空间，只是这步骤太难了，我也不会。只要你错一个步骤，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，所以我只好把它砸了，让你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没想到还真有。这是一颗红玉吧？对，而且这个成色应该是血玉。要不你把这颗珠子卖给我吧，我出100万，怎么样？我不卖。为什么？我正好想买下来送我爷爷当寿礼呢。因为我也要把它留给你爷爷做寿礼。哎，你说我带这个东西过去，应该说得过去吧？不用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啊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毕竟可是你爷爷大寿啊，我怎么也得准备一个拿得出手的礼物过去吧。幸亏今天发现了这颗珠子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过去。既然是大寿的话，用这个做寿礼合适吧？成色也不错，颜色也不错，而且寓意也很好。那好吧。走吧。没想到你收拾收拾还挺帅的。那是当然。月雅丫头，你来了，来坐。坐吧。爷爷，这是我同事王源，专门来给你拜寿的。好。顾老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小伙子一表人才，是月雅丫头的良配呀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红玉，哇，还是古红玉。这礼物太贵重了，至少价值100来万。小伙子，您的心意我收到了，这红玉你拿回去吧。顾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而且是咱们第1次见面，这个就当做见面礼，您就收下吧。爷爷，遇见一件喜欢的礼物不容易，要不您就收下吧。既然月雅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这个人情就拿月雅还吧。爷爷。